大家好，我是阿普，欢迎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阿普老师要来跟大家推荐3个副业赚钱的项目，赚取人生第一桶金啊。那么很多大学生呢来问阿普老师有没有适合他们的这样一个项目。那其实呢，在之前的某众号阿普说创业里面包括咱们的公开课里面也有讲过很多关于这个大学生可以做的一些项目。那么针对这个群体，阿普老师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去选择互联网去做一个创业，因为这个资金和风险这一块的话呢，都是你不需要去考虑太多的，而且的话呢，现在适合大学生操作的项目也是比较多的，有中规中矩的，又利用网络走红带货那么今天阿普老师呢继续跟大家分享几个适合大学生创业的项目。那如果说你是在校大学生，可以参考了解一下。那即便你不是，咱们也可以借鉴一下思路和方法因为创业赚钱，尤其是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创业项目的话呢，很多时候这个思路都是相通的，主要呢就是做的一个推广。只要你把推广引流给它玩转了有流量了，有客户了，那么赚钱的话呢，那都是顺带的，好吧？那么咱们首先说一下大学生二手市场。那么在之前的话呢，阿普老师讲大学生赚钱项目的时候，也有提到过二手市场。可以说大学生的二手市场呢，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做的。那我们随便呢，在这个搜索栏里面去搜索一下大学或者是二手这样的一些字样，就可以看到有很多高校的二手市场某扣群某代表扣而且的话呢，这些群里面的人数的话呢，也都是非常多的。这就说明了二手市场在大学里面还是很有前景的。那么从这些群的排名、群的名称，我们能够发现那除了二手、闲置、跳蚤，对不对？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关键词，那么还有二手书、二手自行车包括呢某值、某代表间等等等等。那也就是说呢，大家对于这样一个二手市场的各类物品都有一定的需求。那么目前的话呢，已经是11月份了，对吧？很快就12月份了，考研的话呢，也进入到最后阶段。等考研一结束，他们使用过的各种的工具以及参考资料等等等等那么就会用不上了。所以说呢，就会想着在一些二手群里面呢，去进行一个转卖。那其实呢，卖多少钱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可以呢，把这些资料和书呢，都尽快的处理掉。顺便还能赚点钱，不也挺好的吗？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最低的这样一个价格，把这些资料书以及呢工具书给它买回来，然后的话呢，再以比我们收购价高的这样一个价格呢，去卖给需要的同学。那以此呢，来赚取一个中间的差价。那这个主要就是靠量的一个积累。你卖1-2本书，那肯定是赚不了什么钱的呀但是呢，如果说量起来了多的话那么还是能够赚笔不小的开支的。那而且的话呢，学校里面呢，一旦有一批毕业生要离校了，那么就会有很多他们带不走的一些物品以及各种书籍包括这个生活用品等等等等甚至的话呢，还有这个宠物的，对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以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进行回购。然后的话呢，再转手卖给需要的人我们从中呢赚取的也是一个差价。但是呢，靠这种信息差去赚钱的话呢，一定要在其他人获得转卖物品的消息之前去做的话呢，才可以。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DIY 的一个创业我们可以这样讲既然是大学生创业，那么针对的群体应该的话呢也是大学生。那么相对来说，年轻人呢都是比较有个性的而且的话呢，这个风格比较独特人格独立。那么 DIY 项目呢就很适合大学生这个年轻的群体。那如果说想去做 DIY 的话呢，这里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的。比方说DIY 厨房，听到厨房那肯定就是做饭的地方。
啊，我们可以租个小房子，因为这个很多大学生呢，经常会有聚餐啊、社团的一个聚会，以及呢宿舍的一个聚会等等等等。那么有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做饭或者是烧烤，不仅可以体会到自己动手的一个乐趣啊，增加这个朋友之间的一个感情，对吧？而且的话呢，也是比较实惠的。那么晚上的话呢，他们都是需要回到自己住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呢白天把房子租给他们，费用的话呢可以根据午餐、晚餐或者是整天来计算，那么也可以按照他们使用的一个时间来计算，都是可以的啊，可以自己去制定。那如果说你担心呢出租之后的这个环境卫生问题啊，咱们可以在租给他们之前呢收取一定的押金，在房子整理干净之后啊再退还这样一个押金。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呢，就可以保证这个房子干干净净的，而且的话呢，大学生群体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素质的一个群体相信他们呢也不会不讲理的那么 DIY 厨房的话呢，需要一定的成本那么 DIY 工艺坊这个项目呢，需要的成本就更大了。那如果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咱们呢也不去做，好吧，就不要做了。那这个项目的话呢，其实更需要那些真正想创业的人来做在大学旁边呢开这样的一个店，还是比较赚钱的那么再来说一下第三个，那就是寝室段子。那么现在呢，网络这么发达，短视频呢这么火爆很多大学宿舍呢也拍摄一些有趣的段子，那其中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因为拍摄寝室段子而走红的那我们在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男生宿舍拍摄的一些段子，非常的滑稽搞笑无厘头比方说之前呢爆红网络的男生寝室版的甄嬛传，对不对甄嬛传呀，那一个视频的话呢，在几天之内点击量就达到了100多万。那么还有的就更加奇葩了穿上各种奇装异服有的呢还把这个所有的这个床单呢裹在身上这一类的视频虽然说看着很无厘头，不过呢很容易被这样一些群体给喜欢非常有共鸣嘛都是差不多的一个这个有这样一个经历，或者说正在上大学的。咱们说男生寝室多以这个搞笑滑稽为主，而女生寝室拍摄的段子呢，一般都是拍的寝室内部的矛盾这种话题更加贴近，或者说符合女生呢在人们心中的一个形象和性格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个共鸣。那如果说我们对短视频感兴趣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在寝室里面拍摄有趣吸引人的一个段子。那么只要我们呢拥有一定量的粉丝之后，那么变现的方式就有很多了。比方说我们可以在视频里面呢插入一些商品的这样一个购买链接，或者是接广告呢去赚钱都可以。那么咱们说适合大学生创业的项目还是非常多的。那么在之前阿普老师呢分享过很多那么感兴趣的咱们可以呢在这个阿普老师的某账号里面去搜一下关键词找来看看。阿普老师的某账号的话呢，可以在某信里面搜索阿普说创业5个字就能找到，好吧？这个某信的某代表微好了，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另外呢，说句题外话，现在是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你还在为不知道怎么赚钱而迷茫，或者说你想创业又没有勇气和方向，那么欢迎滑动到屏幕最底部，点击订阅、关注，并且找到阿普老师，加入我的圈子参与讨论，来跟我互动交流。那么只要你不甘于平庸，我都会给你最有价值的交流和指导。好了，这里是阿普说创业，我们下期见。